我是学人 Tuber 露露露。这次要带来的是魈在 2.7 版本的相关 Q&A。原本是要在卡池结束前把这支影片做出来的，不过相信魈该不该抽以及大致上的强度，有看过先前2部魈的分析影片和 2.7 前瞻直播懒人包的肉肉们应该都有足够的准备了。重点就是有需要练风队才会需要抽魈这名核心主 C， 而魈在进入到 2.7 版本后和先前的配对与配装有什么不同呢？以及近期入坑的萌新可能不晓得如何培养。相关问题洛洛也已经在 Instagram 上的限时动态搜集到不少，都将会整在这次的 Q&A 影片中，提供给想要培养魈的大家更明确的方向。那影片开始前，若你还没有订阅洛洛的频道的话，记得先订阅一下哦。一命的魈主要的定位与特性。关于魈的角色特性与相关的定位、天赋技能解说，甚至是零命到满命的进阶版魈的操作技巧，洛洛在先前都已经有制作过2期相关的影片，可以点击右上方资讯卡或下方影片描述栏连结查看。魈是目前风队唯一的5星战场主 C， 其输出特性主要是靠开 Q 大招后获得的跳跃、攻击范围加成以及所有伤害转化风元素攻击的效果，在15秒内进行连续的下落攻击进行输出。对单或对群的能力都十分出色，因此在先前的 2.7 版本抽取接懒人包中，洛洛给大家的抽卡建议是，若你有打算要培养风队，那就可以抽魈。此外，因为魈在非满命的状态下，主要是透过下落攻击这样的打桩输出方式，在这段过程中，魈是很怕受到打断攻击的，并且也因为开 Q 大招的 buff 后，魈会随着时间持续扣除1%的血量，加上自身重量在游戏物理中也会被调轻，所以受到重击也很容易会被弹飞到2倍高的距离。因此魈在队伍配置上最好再搭配钟离这样的护盾角色，而后就是再搭配砂糖能加速魈的元素充能，或是4命减风抗又能回血的琴，能够凑双风共鸣的风元素角色。所以魈在组队的阵容上会比较单一，但即便0命的魈，输出伤害上也不会弱于其他水、火、冰、雷的其他主 C。即便魈从一开始时装后到现在，组队的阵容上也没有变化太多，最常见的问题还是在于新出的增伤角叶兰和魈的适配性多高，以及后来推出的沉沙套圣遗物是否可以取代过往主流的攻击趴2件套圣遗物加风套2件。这些问题后面洛洛也都会补充。不过绑定钟离的双峰阵容到现在还算是魈的主流队伍组法。魈的命座推荐，魈的命座推荐也如同最一开始的影片中推荐的一样，0命的魈就有一定的强度，1命多增加1技能的使用次数1次，可以多产生3颗元素为例。若你是想要补命座的话，也可以考虑补到1命。但如果你的队伍中有砂糖或是其他能提供元素为例的角色的话，1命的影响不大。最后就会推荐直升满命、成功能为狂1猛1的快乐风男，适合主玩魈的真爱岛体验的完整命座。关于满命魈的进阶输出手法，也可以参考洛洛先前和大佬一起制作过的攻略影片，成为真正的降魔大圣哦。命座优先还是专武优先？前面有提到魈的命座推荐，若是要往上抽取的话，不是1就是6命，0命就很够用。若觉得大招循环比较慢，可以抽到1命；若觉得够用，就可以考虑抽专武，或是先给魈拿一把堪用的武器，例如附属性有提供爆率、爆伤、攻击趴，最后选元素充能效率，以及被动效果在实战时也能发挥效果的长枪。没有合仆鸢还有什么替代？虽然合仆鸢是魈的专属武器，但如果要选择其他5星武器的话，也可以用提供高额爆伤的护魔之杖，因为魈等级突破后会增加爆率，很多大佬在爆率面板可以来到65%到70%以上后，也都会转拿护魔之杖，让魈的输出上限得到更高的提升。其次也可以选择加攻击力趴数的冠红之硕，但因为需要在护盾持有状态下才能发动被动效果，因此也最好需要搭配钟离或迪奥娜这样的护盾角色。而如果是刚抽到魈的萌新，不一定会抽这次的武器池，也可以在后续存多一点相遇资源，再去长珠池看看有没有好运气能抽到合仆鸢，或是再差一点的天空之戟。平民维克玩家也可以买个珍珠骑行，使用骑行奖励中送的4星武器首选决斗之枪。真的没有办法氪骑行，也可以看看在武器池有没有办法抽到西风长枪，或是有抽到期间限定的7言长枪等等。圣物套装的最佳选择。沉沙往生录这套圣遗物是原神在 2.6 版本上线的新的圣遗物副本，也是魈的专属圣遗物套装。套装被动效果完美契合魈的输出方式，因此当前若你是想要追求极致最高伤害上限的圣遗物套装，首选会是沉沙4件套，其次是风套2件加攻击趴套装2件，
这边说的攻击趴2件指的是角斗士、追忆、来星余响、沉沙、行者之心、勇者之心这种2件套效果都是加成攻击力18%的圣物套装，因为太多了，所以就直接统称攻击趴套装。最后若是风套或是沉沙4件套都还没有刷毕业的话，也可以先用攻击趴套装2+2的配法。圣物主属性选择的部分，理智冠选择爆率或爆伤，石之沙选择攻击力趴数，空之杯选择风元素伤害。但若是攻击趴的空之杯附属性很不错的话，也可以考虑使用，差距不会太多。剩下附属性优先选择的部分，双爆大于攻击力趴数大于元素充能效率。这里也补充很多人在培养枭之后比较多的疑问，就是在于需要把原先刷好的圣物套装全部转成沉沙4件套吗？已经是顶配的风套加攻击趴2+2套装，和顶配的沉沙4件套两者相比较的话，其实沉沙4件套的伤害最多只会高大约5到10%左右，伤害差距并不会很大。但是与其你要重新花大把时间去刷4件套，如果你原先就已经有毕业的圣物套装的话，其实也不用特意去刷新沉沙4件套。但如果是枭的真爱党，或是真的长草及体力无处消耗，就可以自由选择要不要去刷沉沙套的副本。不过就洛洛观察身边许多的满命大佬，大致上都还是在沿用原先的顶配2+2套装。而如果你是 2.6 版本才加入抽枭的新手，可以直接考虑冲沉沙4件套毕业给枭穿戴。剑屋毕业面板，枭的圣物毕业面板提供参考，攻击力至少2000以上，爆率可以在65到70%以上，确保开 Q 后的每次打桩枪暴击，而暴击伤害可以在170%到200%以上。若是拿护魔之杖，则爆伤可以来到220到250%以上。更久远的骨灰级枭真爱大佬更是能来到270到300%的天花板。枭的主流队伍推荐有哪些？来到 2.7 版本后，枭的主流队伍基本上还是没有太多变化，最好的队员就是绑定钟离，再来搭配砂糖或琴凑双峰，剩下名队员可以看情况，缺充能可以补上雷电将军或雷主，甚至是其他可以提供后台挂元素伤害的副 C 角色，像是香菱、满命菲希尔、叶兰等等。缺奶妈也可以换成迪奥娜、芭芭拉、星海，或是 2.7 版本的新角色雷奶、97忍等等。而如果是要快速破除像是雷深渊勇者这种烦人的元素盾的话，也可以将第4位角色带上班尼特，透过琴加班尼特两者大招的快速扩散破盾技巧，来帮助你在应对圣剑螺旋时有更好的技巧，能够轻松拿满星。关于这个破盾方法的机制，可以参考先前制作过的琴分析影片中13分51秒开始的片段。最主流的队伍比较推荐是双峰双岩，组成为枭加砂糖或琴加钟离加阿贝多。双峰双岩的组成可以提供2个元素的 buff， 风元素共鸣提供移速加成和减少体力消耗，岩元素共鸣可以增加钟离和阿贝多的伤害。输出手法可以是钟离长1，阿贝多1，枭1-2次后立刻开 Q， 持续打桩直到结束。钟离 Q， 琴或砂糖一技能回复元素为力给枭吃，如此的循环。而若是琴有4密，可以接在枭开大之前，让蒲公英领域内的敌人减风抗，让枭可以在领域中回血和增加伤害上限。有2命钟离也可以起手直接一个 Q 加短1，直接造盾和延技，同时对敌人石化控场。而如果又是满命钟离，加上枭的输出走位技巧有秀的话，甚至也可以不用带上奶妈，即便受到攻击的枭，在满命钟离的护盾保护下，被攻击可以恢复些微血量，同时也不用担心被打断攻击，超舒服的啦！没有钟离的配对，那这时候可能也会有萌新或是没有抽钟离的人会问，那没有钟离怎么办呢？还能怎么组队呢？虽然没有钟离这个护盾之神的加持下，我们的枭宝就要特别注意走位和下路攻击的时机，才能减少被击飞或受伤的几率。但没有钟离也不是不能玩，就是输出环境会比较没有那么安逸。这边洛洛也提供一些没有钟离的组队阵容给大家参考。双风双火的阵容组成为枭加砂糖或琴加香菱加班尼特。若是选择琴团长搭配班尼特，可以快速破冰或雷的元素盾。满命的琴团长大招领域内还提供35%减伤效果，甚至也不需要钟离，还可以让钟离去另外一队辅助。而砂糖和琴都建议穿上风套4件，利用4件套的被动效果扩散减抗，去提升副 C 相邻的元素伤害。而双火共鸣除了是很实用的增加攻击力25%的效果之外，班尼特大招也会再加攻击，并且相邻的大招锁面板也可以全程享受班尼特的加攻。加上相邻的炫火轮不会随着枭的跳跃而跟着往上，会全程在底下转，有效应付群体敌人而不怕掉伤害。输出手法可以是班尼特 Q1， 香菱 Q1， 枭1-2次后立刻开 Q， 在班尼特大招内打桩直到结束。砂糖或琴一技能回复元素为力给枭吃，如此的循环。
这对的组成为萧加雷电将军加钟离加班尼特，把原本提供充能和双峰共鸣的砂糖换成充能核电站之神雷电将军。输出手法可以是雷电将军1，钟离长1，班尼特 Q， 萧1-2次后立刻开 Q， 在班尼特大招内打桩直到结束。雷电将军 Q1A 加重击，钟离 Q1， 班尼特 Q 的循环。若是对走位有自信或是没钟离，也可以把钟离换成香菱，再凑双火共鸣。有雷电将军在的情况下，香菱也可以有效缓解充能压力。最后带来一组比较平民的萧队伍，组成为萧加砂糖加满命菲希尔加97刃。除了萧以外都是4星角色，唯独菲希尔需要满命奥兹才能后台协同攻击。但这一队具备双风和双雷的双重元素 buff， 也可以缓解充能压力。若是没有满命菲希尔的话，也可以将其换成莫娜、行丘、芭芭拉或是雷主。输出手法可以是先替敌人上雷元素，再用砂糖技能搭配风套4件扩散减抗，开97忍1回血技能，最后开萧大招输出，搭配最新夜兰的萧夜队。最后就是补充关于最新强势增伤水元素副 C 夜兰和萧的相关配对。由于夜兰的 Q 大招15秒增伤效果刚好与萧的大招持续时间相同，因此萧的下路攻击也会随着持续时间越长，伤害能够逐步获得提升，增伤全程吃好吃满。唯独夜兰的后台水元素伤害需要在当前角色进行普通攻击时才可以触发，因此萧若是没有在打桩的过程中穿插一些普通攻击的话，就没有办法触发夜兰那挂水伤害。若是再让萧搭配夜兰需要穿插平 A 的话，主要的输出手法可以是起跳、下落、普攻的循环，这样就可以在触发普攻动作的时候触发夜兰大招投掷的水元素协同伤害，在面对单体敌人时的下落攻击也可以低空跳跃再下落，让总体伤害极限最大化。这里搭配夜兰的萧夜队，建议是萧加夜兰加行丘加钟离。其实夜兰搭配行丘的夜行组合已经可以说是双水带狗的程度了。再透过萧大招输出时的手法加入平 A， 等于有多重的水元素伤害一同输出。行丘与连剑也具备抗打断的作用，因此钟离也可以视情况换成其他后台挂元素伤害的副 C， 像是满命菲希尔、香菱等等，或是除了挂雷还能够提供回血量的97刃。水元素搭配雷元素就可以在打桩的过程中有其他的改变伤害，也可以自由的换成双峰成员奶妈、请团长或加工的班尼特等等。只要记得在萧开大打桩的前一个开大的角色是夜兰即可。以上就是关于萧在 2.7 版本复刻的相关 Q&A， 提供给有练萧的肉肉们更加了解如何培养知名角色。若是身边还有人不懂怎么玩萧，可以将影片直接贴给他看哦。如果我还有想了解其他角色，洛洛也已经制作过相当多的全分析影片，大家也可以善用关键字加洛洛的搜寻方式查找相关内容。那有任何问题可以在底下留言，洛洛都一一回复。制作攻略不容易，若是想支持洛洛的频道内容，也可以点击加入按钮来成为会员，或是点击超级感谢赞助洛洛一杯鲜奶茶。若觉得这支影片有帮助到你，可以点击喜欢给洛洛一个鼓励。目前每周日晚上也会固定直播原神，每周一到晚上9点半更新影片。我是学YouTuber露露露，我们下次见喽。